阿尔塔07、智解 LS6、极氪7X 这3台目前20万级新能源市场热度非常高的车型，到底该怎么选？那首先从设计上，阿尔塔07和 LS6都非常个性，开出去呢具有回头率的那种。那反观 7X 呢就比较一般了，甚至有点平庸。在空间上呢，虽然智解 LS6定位中大型 SUV， 但是相比另外2台车，也只是车长有点优势。那车内3台车呢都有副驾驶零重力座椅，但是相比之下呢，极氪7X 的后排还拥有电动角度调节、遮阳帘以及选装后排小桌板和娱乐屏。至于智能化方面，鸿蒙座舱在我心里排第一，其次呢就是极氪7X 的魅族系统了，非常接近于手机操作的体验。那智驾方面，华为 ADS 3.0 应该不用我赘述了吧？其次是 LS6， 毕竟上汽的智驾方案还是比较成熟的，而且还是终生免费体验。我也自己体验过啊，城区高速都还不错。那极氪7X 虽然硬件配置比较高，双英伟达 Orin X 芯片，但是相对来说没有另外2台车有那么多丰富的实践经验。行驶方面呢，我简单说一下极氪和智解。极氪的底盘调教在自主品牌里应该算头部了，毕竟有那么多赛事经验，所以极氪7X 也不用担心。那智己的灵犀底盘整体的舒适性也不错，软硬自动可调。最大的优点就是带6度的后轮转向，转弯半径呢比一般的 SUV 确实要小很多。那阿维塔说实话我没开过，但是长安的底盘调教还是有很多争议的。电池方面呢，智己 LS6 和阿维塔07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，特别是 LS6啊，之前我自己实测过，不暴力驾驶的情况下，它的续航达成率是在95%以上的。那极氪7X 是自己的金砖电池，相对弱了一点。3台车充电速率呢都很快，除了智己 LS6 的入门版也都是800伏平台。不过阿维塔07呢还有增程可选。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那设计就看阿维塔07和智己 LS6， 注重后排体验呢就极氪7X， 智能座舱阿维塔07和极氪7X， 智驾呢首选阿维塔07，其次智己 LS6， 底盘行驶极氪7X和智己 LS6， 电池呢阿维塔07和智己 LS6， 经常跑长途的就直接阿维塔07增程版。那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会更推荐阿维塔07，智舱智驾颜值都有了，而且都是顶流。其次呢是智己 LS6， 也很好看，各方面也不差。那最后呢是极氪7X， 这个外观确实相对一般。